大家好，这个影片要跟大家介绍我的 Lab 环境，并建立基本的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 On-Premise 环境。如果你已经很熟悉 AD Domain，那这个影片其实可以不用看了。如果你愿意花时间看的话，建议使用2倍速播放，比较节省时间。首先会安装并设定一个具有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Service 角色的 Windows Server 2019。用它来作为 AD Domain 对外连线的 Router 使用。在这一系列教学中的第3个影片，也会用它来担任协助连接 Azure Site-to-Site VPN 的角色。接下来会安装 AD Domain， 并做好 DNS 检查以及 DHCP 的设定。我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9。并安装了 Hyper-V 的角色来建立各种测试用途的 Virtual Machine。这是一台具有2颗 Intel 152620 CPU 的 Server， 安装有 136G 的记忆体。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运作中的 VM 和传输作业，但这并不会影响目前要做的 Lab。在网络的设定中，我规划了一个连接 Private 私人网络的 Virtual Switch，并命名为 thbs.net network， 这也是这个 lab 要使用的 domain name。 另外是一个连接实体网卡与 Internet 连接的 virtual switch。 在担任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Service 的这台 VM 中，其中一片网卡连接到 thbs.net 这个 private network， 另一片则是连到 Internet network。 担任 Domain Controller 的 VM 只有一片网卡连接到 thbs.net 这个 private network。 最后，担任 Azure AD Connect 的 VM 也是只有一片网卡连接到 thbs.net 这个 private network。 那么首先从安装并设定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Service 的这台 VM 开始。我自己的习惯，平常都会准备好一个跑过 Windows Update 到最新版本的 VM，先设定一个 checkpoint， 然后执行 System Prepare 一般化之后关机汇出，作为各种 Lab 环境需求的 template。 隔一段时间再 reverse checkpoint 更新范本。这样一来，随时需要一个干净而且已经完成更新的作业系统都很方便。另外我还有一个习惯，这也是推荐大家要养成的习惯，就是使用英文版的作业系统，不要使用中文版的作业系统。虽然微软网站大部分都有中文化，但是当你遇到问题需要在网络上搜寻解决方案的时候，英文的 Event Log 资讯往往比中文更容易找到解答。进入作业系统之后，首先变更电脑名称为 RRAS， 也就是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那这台电脑不需要 Join Domain。 重开机之后，先设定网路，已经取得 IP 的这片网卡将它更名为 Internet， 另一片网卡更名为 thbs.net， 这样在之后的设定中会比较容易理解哪一片网卡是做什么用的。由于这台 VM 要担任 Default Gateway 的角色，所以连接 thbs.net 的这张网卡 IP 设定为 10.11.11.254 CIDR 24，其他资讯都以连接 Internet 那片网卡为准。网卡设定好了之后，就可以来安装角色。在这里我们勾选 Remote Access 角色，并按下一步。Feature 的部分，我在安装 Template 的时候已经预先安装好 .NET Framework 3.5 以及 Telnet Client， 所以这边直接就按下一步。在 Role Service 的选择方面，勾选 Routing，它会自动将 Direct Access and VPN 也勾选起来，这个是没有办法取消的。Web Server Rule 的部分也是按照预设值就好。最后一个步骤，我会勾选如果需要的话就自动重新开机。接着开始安装。安装完毕之后，在 Server Manager 的待办事项中会有一个开始精灵要你点选。如果不按它的话，即使你已经自己做完了需要的设定，它还是永远都会在那边提醒你要去执行。所以这边我就先按下去，叫它不要再来烦我了。
我们到系统管理工具里面找到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来进行设定。后面这个 Remote Access 精灵把它关掉就好了，我们不会用到它。打开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主控台，在伺服器名称上面按滑鼠右键，点击 Config。一开始我们先部署 NAT 的角色，作为 Private Network 的 NAT Gateway 使用。怎么没有网卡啊？那我们取消再来一次。这次就有了。这边要先选择连接 Internet 用的网卡是哪一张，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先变更过网卡的名称，所以这里很清楚是要选择 Internet 这张。接下来他会询问是否要提供 DNS 与 DHCP 的服务，因为我们后面会将这两个服务装在 Domain Controller 那台，所以这边就选择不装。下一步，完成设定。完成之后，先检查一下 NAT 服务中的 interface 有没有正确设定进去。有的时候即使跑完了刚刚的设定，这边会还是空的。下个步骤，我习惯先把 DHCP Relay Agent 设定好。虽然这个 lab 应该不会有路由，只会用单一网段，但是过去我有太多的经验是由于忘了先设定这个项目，导致后面的环境 get 不到 IP。而且因为 DHCP 服务运作正常，所以会很脑残的查不出原因。这些都设好了之后，就可以来安装设定 Domain Controller 了。这台 VM 是使用同一个做过 System Prepare 的 Template， 这样真的是很方便。语言一样使用预设的英文。进入系统之后，首先来设定一下 IP。从刚刚设定 DHCP Relay Agent 的过程当中可以知道，这台的 IP 我已经规划使用 10.11.11.11 CIDR 24，而 Default Gateway 就是刚刚那台 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 的 10.11.11.254。因为待会会将 DNS Server 装起来，所以 DNS 是指向自己。接着来变更电脑名称，就设为 THBS DC-01 吧。设好之后重开机并且登入。Server Manager 在刚开机的时候总是会回报一些还没启动的 service， 理论上忽略就可以了。在安装角色的项目方面，勾选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DNS、DHCP 这3个项目，并且把各个角色需要的 feature 一起装起来，方便日后使用。安装与维护 AD Domain 已经是 IT 人的日常了，所以过程就不一一讲解。安装完毕之后， Server Manager 会提醒有2个待办事项，一个是 DHCP 的设定，一个是 DC Promote。 由于 DHCP 需要在 Domain Controller 服务起来之后才能注册启动，所以我们先处理 DC Promote。 如果从古时候就开始管理 AD 的话，你会知道 AD 对于 DNS 的依赖有多深，所以这里先检查确认 DNS 服务有起来正常运作。现在我们要起一个全新的 AD Domain Forest， Domain name 是 thbs.net。 这个画面会等很久，等它跑完之后要把目录还原模式的密码敲进去，这个密码非常重要，一定不能忘记。不过反正我管理 AD 20年了，从来没有用到过就是了。DNS delegation 一定是失败的，所以不管它。NetBIOS name 就用预设的，等它检查确认后就可以开始 promote。 这边它一定会出现2个警告提示，一个是说预设不再支援 Windows NT 4.0 不安全的加密演算法。这年头谁家里还有 NT 4.0， 请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是被什么系统绑住了呢？另一个警告是说刚刚那个 DHCP 委派不能用的事情，除非你们家自己是 ISP 之类的，不然不能做 DNS 委派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警告不用理它。除了这2个错误之外，如果你这边还出现了其他的错误，那就不太正常了，请你就不要继续往下做，先 debug 吧。
DC Promote 完毕之后会自动重开机。登录之后，按照规定要先来检查 DNS records 有没有正常被建立。看起来很像有，但我还是习惯至少要跑几个 command 来确保这件事情有完成。接着再随便挑选几个内容来检查，确认没问题之后，就可以来设定 DHCP 了。这边用 Domain Administrator 账号来授权给 DHCP Service。开启 DHCP 主控台之后，新增一个 Scope。Scope name 和 Description 我习惯直接用网段 IP 与 CIDR， 后面还可以带上比如 Server Farm 之类的说明。不过这里我就先不加了，反正这个 lab 应该只会使用一个 Class C 网段而已。配发的 IP 位置我习惯从100开始配发100个 IP， 租期只有给8个小时。DHCP Options 可以顺便设一下，但主要是 Default Gateway 而已。Name Server 跟 Domain Name 等一下我会改为 Server Options。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我习惯用阶层式的架构来减少重复性的设定。最后，开启 AD Users and Computers。我的管理习惯会新增一个 OU 来放所有与 AD Domain 无关的物件，包括 User Account、Groups、Computer Account 等等。这里先把我自己的账号建立起来。对了，忘了检查网路通不通。来拼一下中华电信的倒霉 DNS。会通。说他倒霉是因为全台湾的 MIS 大概90%以上要测网路通不通都会聘他，所以他很倒霉，每天都要被人家聘。最后来设定一下 DNS forwarding， 一样丢给中华电信，也可以再加一笔 Google 的 DNS。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下个影片就要来用 Azure AD Connect 将地端与云端串接起来。